大家好，我是 Peter 汉语的郭老师。今天我们继续学习 HSK 4级阅读第二部分语顺排列的问题。之前我们已经说过了，语顺排列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考虑什么？我们要考虑，比如说文章中的代名词，还有关联词，还有什么？还有语义联系就是语义上的承接的问题。好，那么我们看看今天我们要学的是一个有什么特点的题型呢？好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问题。今天的题型我们来看一下，一共是3个句子。A. 北方秋天很干燥，你刚来。B. 觉得不适应很正常。C. 每天多喝水，习惯了就不会那么难受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在这3个句子中呢，只有 A 这个句子有一个代名词代词什么呢？在这儿，你。好，那么句子的主谓宾是秋天，干燥，后边的你来，这是主谓前面是秋天干燥。好，那么这个句子，好，那么我们看一下，你刚来，那么后边的事情是什么呀？不知道，我们看一下。B. 觉得不适应很正常。那么在这里有一个动词，觉得不适应。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来了，谁觉得不适应？也就是说，觉得的主语是什么？它的主语是什么？是秋天还是你？当然要选择你，不可能秋天觉得不适应应该是人觉得不适应。好，其实这个句子就是你觉得不适应很正常所以觉得不适应正常。好，然后 C 这个句子，每天多喝水，问题也是一样的，每天状语，多也是状语，动词喝，水宾语，喝水动宾。那么同样的问题，谁喝水？也是缺一个什么主语它没有主语，对吧？谁多喝水？同样的，也是你多喝水。好，然后后边的句子，习惯了，怎么样？就不会那么难受了。你说习惯了，如果习惯了就不会难受了，这个呢是表示变化的就难受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。好 ，A、B、C 这3个句子放在一起，我们刚才分析过了 ，B 和 C 它是没有什么，没有主语的。那么 B、C 的主语都是谁？都是 A， 所以很明显，那么 A 句应该是最前边的在第一位，也就是说你刚来，然后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？你刚来，那么是多喝水还是觉得不适应？按照这个事情状态发展的先后顺序来看，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我们会先觉得不适应，然后再想办法让自己去适应这个环境，对吧？那么这样的时候，这个句子我们就顺序很自然的就出来了，是什么？对了吗？ A、B、C。 好，所以这种题型呢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看3个句子中可能只有一个主语然后我们把这个主语呢放在前边，
然后后边的那两个动作，我们根据比如说动作的逻辑顺序啊，或者是其他的啊，我们来排列它们的顺序。也就是说，这种题型呢，主要就是主语的问题啊，主语的问题，我们利用主语来去排列啊它的顺序。好，来我们看下一道题。这道题呢，同样也是主语的问题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一共3个句子。A. 这些家具很多都是他帮忙抬上来的。B. 力气却大得很。C. 别看小黄个子不高，人也瘦。好，3个句子，我们来看一下每一个句子。A. 主语，这些家具，对吗？这些家具啊，然后呢，是的，是强调作用的，他帮忙抬上来的。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是代名词他是谁呀？这是我们应该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，他是谁？好，带着这个问题，我们继续看 B 这个句子，力气却大得很。力气大得很，同样的，我们肯定会选择什么？它，而绝对不是家具力气大，对吧？这个力气大啊，应该是他力气大，还是同样的问题，他到底是谁？这个人太神秘了。好 ，C， 别看小黄，这个小黄是人的名字，个子不高。人也瘦，那么在这里是不是小黄这个人物就出场了？那么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个答案。我们一直在考虑的他是谁？他就是 C 的小黄，对吧？好，那么 C 就应该在最前边。别看小黄个子不高，人也瘦。好，这是小黄这个人的特点，个子不高，人也瘦。那么我们想到这样一个人有没有力气？我们如果用他为自己工作的时候，特别是搬东西这样的，我们会觉得这个人没有力气，还是别用了，别让这个人受伤，对吧？但是在 B 这里有一个却表示的是什么？但是，是吧？也就是 B、C 其实呢是用这个却连接起来了，它是一个转折关系。小黄个子不高，人也瘦，但是力气大。结果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家具都是他帮忙抬上来的。OK， 你先说答案吧。对了吗？祝贺你！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呢学习的2道题都是什么？都是去找主语，主语为我们提供了线索。而第2道题当中呢，又出现了什么？出现了一个用却来连接的这样的一个有转折关系的这个复句吧。啊，小黄个子不高，人也瘦，那个却它是表示转折的，所以但是力气大，是这样的一种转折关系的啊。那么我们平时学习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这个却和但是啊。却和但是我们在区别的时候呢，要注意却啊，还有什么但是啊，却但是这2个词。那么怎么区别呢？却呢，它是属于副词，它是副词，而我们的但是是关联词。关联词，那么这样的时候呢，就决定了它们在句子中的位置是不一样的。却是副词，应该在什么主语的后边啊，谓语的
前边做状语，而但是是关联词，它是连接两个句子的，所以呢，应该在两个句子的这个连接的那个位置，而不是在主语的后边啊，应该在两个句子或者说第二分句的主语的前边。好，今天的问题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辛苦了，再见。